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发仙尊对比程毅、高伟光、曾舜晞，差距明显，一目了然。随着高考的临近，各大平台也纷纷进入了暑期档的激烈竞争。猕猴桃平台率先推出了由白鹿与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引发了迅速的关注与讨论，热度也随之急剧攀升。然而，难看这一词条迅速登上了热搜榜首，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一评价，扮演女主师尊的黄奕迅速回应道：“怎么会难看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看的。”他幽默的反应既缓解了争议，也展现了他的风趣。诚然，黄奕在剧中的形象并不能说是难看。他初登场便以一袭素白衣裳，头发高高竖起，精致的面容尽显无疑，戴着一顶斗笠，微风轻拂，布带随风飘动，整个人呈现出一种不拘一格、洒脱帅气的气质。他对女主低沉且坚定地问道：“你愿意吗？”那份严肃的神情仿佛在传达着一种无声的誓言，若你不愿意，我定会为你撕开这层天幕。这种从容不迫、全力护卫的气场，无疑是霸气十足的。他手中提着竹节酒桶，仿佛一把利剑，稳稳地坐在那里，举杯时的潇洒姿态更是让人联想到了林青霞。尤其是他换上红衣后的形象，更是增添了一份魅力与威慑力。毫无疑问，黄奕的外形与气质完美契合了角色的要求，既高贵又迷人，绝非难看的代名词。她的美丽依旧令人惊艳，仍旧是那个曾经给无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女神。然而，男女主角的表现却存在一定差异。白鹿一直以来被称为四大普女之一，她的嗓音也常被认为过于浑厚且不适合娇俏的角色。虽然在这部剧中，通过配音的加持，某些方面有所改进，但她依然缺乏那种小女孩式的灵动感。至于男主角曾舜晞的表现，剧中的造型似乎并未给他加分，反而显得有些不协调。他的脸型较为圆润，搭配上那顶过于庞大的头饰，整体造型显得格外突兀。原本白色的发型应当是亮点，但加上了繁复的发饰和长链，反而削弱了整体的视觉效果。更何况，他的衣服也是白色的，层叠的白纱让身形看起来臃肿，缺乏明显的腰线，难怪会让观众感到不适应。他的脖部装饰类似围巾的白纱，更是让整体造型显得累赘。侧面看，脖子几乎消失不见，甚至给人一种驼背的错觉。再加上头发两侧的发须，也未能凸显他的五官，反而使得脸部轮廓变得模糊，与黄奕的清晰下颌线相比，差距显而易见。此外，他那过长的眼线，令他的眼神显得有些过于媚态，这种过于浓烈的妆容也让不少观众感到不适。相比之下，像程毅和高伟光等男演员所扮演的白发仙尊形象，就显得更加立体和有魅力。高伟光凭借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炮而红，他的异域风外貌和高挑身形为他在剧中的天地共主身份增添了不少说服力。无论是与迪丽热巴搭档，还是与其他演员对戏，他的颜值和气场都表现得尤为出色。高伟光的紫衣造型更是将他那1.9米的一身高挑展现得淋漓尽致，霸气十足。他的五官深邃立体，搭配简单的白玉簪，更显高级。他的发型也简单大气，没有过多装饰，白发本身便是一大亮点，衬得他整个人气度非凡。高伟光与曾舜晞的差距不仅仅是在颜值上，身高与气场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再看程毅，他在《沉香如屑》中的表现可谓是三位一体，演绎了多个角色却都充满魅力。特别是他扮演的应渊和修罗王角色，虽然同样是白发造型，却完全展现出了不同的气质。
修罗王的邪魅，应渊的病弱与优雅，都展现了程毅在造型与演技上的多面性。他的服装简洁而富有层次，尤其是额前的红色花钿，恰到好处地点缀了整体造型。对比之下，曾舜晞的造型无论是发型、服装还是细节处理，似乎都缺乏令人眼前一亮的元素。无论是同为白发仙尊，他的整体造型相较于高伟光、程毅而言，显得过于单调与沉闷。白色的服饰没有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突破，缺少了与角色气质匹配的那种神韵。至于剧情的走向，也许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演员的颜值和整体形象始终是观众评价的直观标准。那么，你对剧中的演员和角色表现有什么看法呢？同样是白发仙尊，对比程毅、高伟光和曾舜晞，差距一目了然。暑期档仙侠剧《临江仙》开播即引爆争议，剧中曾舜晞饰演的白发仙尊甫一亮相，便遭观众犀利吐槽。网友截下薇娅悬吊的镜头，古风激狂吹下白发凌空乱舞，毫无仙风道骨之姿，反被毒舌调侃为行走的果盘精。有人直言其造型彻底暴露五官短板，满头银丝紧贴头皮，发冠缀满水晶链条却显廉价塑料感，层层叠叠的白纱裹身模糊腰线。尤其侧面镜头里，围巾式薄纱堆叠脖颈，衬得肩背佝偻，与女主同框时下颌线竟不如对方清晰。这般景象瞬间勾起观众对经典白发角色的回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高伟光的东华帝君至今被奉为标杆，一袭紫袍泼墨般倾泻而下，白玉簪松松挽起银发，两缕发丝垂落鬓边却未掩分毫轮廓的颀长身形撑起天界至尊的威仪，垂眸时紫衣与白发碰撞出孤高气场，连原著粉都惊叹从此帝君有了脸。沉香如屑中程毅的白发更堪称教科书级变奏。化身修罗王玄烨时，微卷银发配玄衣睥睨众生，额前两缕发丝反将眉骨衬得愈发凌厉。转瞬切换病弱应渊帝君，素白衣媚染血，唯独额间一粒朱砂红钿灼灼如焰。同一张脸在黑白红三色间流转，屏风吻戏里破碎感与神性交织，惹得剧迷直呼美到让人想出家。反观临江仙的失败案例，问题早已埋于细节。曾舜晞的芒果脸型本需硬朗线条加持，造型师却用蓬松白发包裹脸颊，龙须刘海更弱化本就不突出的下颌，全身上下苍白一片，既无高伟光的紫衣提气，又缺程毅的红钿点睛，活像褪色纸片人。就连配角腾蛇神君白术都靠白发造型逆袭。琉璃里他银冠高束，及缕碎发飘散额前，明明聒噪人设，却因白发自带仙兽滤镜。张志尧在古剑奇谭的紫印真人，白发如血瀑垂落肩头，剑指凝霜时连皱纹都化作修为印记。对比来自王鹤棣玉龙的翻车现场，枯草般毛躁的假发顶在头顶，短刘海紧贴颧骨，背朝买不起护发素的龙王。马天宇在换成银发蓝瞳如冰原精灵，证明真正仙气靠的是骨香与发丝的共生感。当谭健次在长相思以九头妖香柳登场时，观众瞬间理解何为有效白发。银灰发丝随风拂过凌厉下颚，黑袍翻涌间白发成了最锋利的武器。反派朱一龙在镇魂的灰白长发都暗藏疯魔美学，黑白渐变发色配阴鸷眼神，让人恨中带怜。再看曾舜晞与白鹿的对手戏，网友辣评观音搂着哪吒，30岁女主强撑少女娇俏，狗狗演男主硬装冰山师尊，拥抱时7分裤露小腿的造型更被调侃填补仙侠穿搭空白。当年迪丽热巴窝在高伟光紫袍里的画面，至今仍是 CP 感天花板。一场白发仙尊的修罗场悄然拉开帷幕，有人靠白发封神，有人因白发崩盘。当镜头对脸时，
是程颐眼中千年孤寂的寒潭，是高伟光垂眸时神性与欲念的交织，还是曾瞬息被头套压垮的飘忽眼神？答案早已写在每一缕发丝的弧度里。或许云之羽幕后人员的感慨道破天机，白发造型是细节的修罗场，假发套的每一根纤维都需在镜头下经受审视，色彩搭配差之毫厘便坠入廉价深渊。演员的故乡才是托起这一切的基石。当观众刷着白发美男别硬眼的热搜词条时，脑海里闪过的必是东华帝君子一略九重天的倨傲，是应渊帝君红钿硬白发的破碎。至于那些被群嘲的白毛丹精，终究成了反衬经典的背景板。你心中最绝的白发仙尊，是紫衣倾世的高伟光，是红钿染血的程颐，还是被造型拖垮的曾舜晞？